兄弟姐妹们，又一个世纪工程让全球震惊。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留给这个世界的震撼之作，是中国5000年文明闪耀历史的伟大壮举。就在这2天，全球的热搜新闻刷爆了，无数国家的重磅媒体纷纷紧急报道了这件历史级的大事。因为中国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正式举行了开工仪式。这个事件具体有多么重磅，我就这样说吧。宣布工程开工的是咱们的总理，由此可见国家对这件事有多重视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我看很多人不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，今天我花几分钟时间，从工程难度和具体影响2个方面来深度分析这个问题。先说工程的难度方面，为什么这件事会引发全球的关注？因为难度实在是太大了，大到了超乎人们想象的地步。作为全球规模最大、技术最复杂的水电项目，雅江水电工程的施工难度堪称水电工程界的珠穆朗玛峰。其具体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。第一，施工的地方位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带，潜在的地震烈度高达9度，而汶川地震的烈度也只有8度，所以在施工的时候，坝体的抗震性能要远超常规标准，而且很多地下厂房要建在200米的地下，难度可想而知。第二，开工的那个地方西藏林芝，冬季极端低温可达-35摄氏度，如果用传统的混凝土，那么很容易发生开裂现象，所以必须使用纳米混凝土和智能温控系统去保持施工的稳定性。更重要的是，林芝的平均海拔超过了3000米，很多工人都有可能会发生高原反应，还有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风险，都需要我们去想办法克服。第三，某些区域的施工难度简直堪比地狱级的难度，比如说墨脱水电站的建设。你知道墨脱是什么地方吗？是全中国最与世隔绝的地方之一，它的北面是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，南边是全球降雨最丰沛的地区之一，年降雨量高达4000毫米，这就导致墨脱地区全年有一大半的时间不是极端严寒大雪封路，就是暴雨袭击地面，泥泞难行。在这种地方施工，最大的问题是物资如何运进来。你能想象这个地区一直到2013年都没有修一条完整的对外公路吗？因为修路造成了大量的工人伤亡，每次刚刚修好一段路，立马就被极端天气摧毁，导致这条公路新中国成立了60多年都没有修好。一直到2013年，我们才通过打穿整个山体的方式来用隧道串联起了道路，所以在交通环境上，这里可以说是世界最恶劣的地区之一。第四，技术要求极高，我们要在50公里的河道内去建造全球最高的混凝土坝体。要实现这个目标，我们最起码需要2个关键的技术，一个是超强的盾构机技术，因为引水落差高达2230米，巨大的水压，一般的设备和水管根本就无法承受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不仅需要使用截弯曲直技术，还需要用盾构机打一条最大深度3000米、最大长达30公里的巨型隧道，以此来实现引水的目的。这个数字光听起来都感到可怕，我们要把它变成现实，你说有多么离谱？不仅如此，为了保证能挡住2300米高度俯冲而下的超高水头的冲击力度，我们还需要研发全球最大的冲击式水轮发电机。为什么雅江水电工程会拖到2025年才开始动工？因为2024年12月30日，世界最大单机容量、最大尺寸冲击式水轮机转轮在哈电集团焊接制造成功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才拥有了施工的基本条件，而且难度远不止我说的那么简单。整个雅江水电工程在施工过程中，挖隧道的 TBM 掘进机一台就需要2到3亿人民币，还有上千吨的设备如何运到海拔3000米多米的地区，在悬崖地貌中如何进行漂移式的运输。这都是一些重大难题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还要保证超远距离的电力外送，要建设4000公里加1100千伏特的高压线路，去突破高原的辐射干扰。这每一条光说都感到震撼，真正去做的时候，难度只会更高。我知道有人会说了，难度这么大的工程建成了之后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这就是今天我要说的第2个重点，雅江水电工程的重要意义。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雅江水电工程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。从历史的角度去看，它的影响力可能不亚于长城和京杭大运河。原因有3点。经济层面，作为一个投资1.2万亿的超级工程，雅江水电工程的投资金额是三峡工程的5倍，是珠港澳大桥的10倍。一旦建成，它能解决4亿人的用电问题，显著地缓解我国西部地区的用电压力，帮助我国顺利地进行能源转型。而且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消息，
雅江水电工程能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可能会高达上百万。到时候，咱们国内已经明显过剩的光伏、水泥、土木工程等相关的产业都会获得发展的机遇，这是一个重大民生工程。第二，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潜在影响，雅鲁藏布江的出境流量高达1200亿方。早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，国内就有人提出过一个设想，那就是把青藏高原的水源引入到我国干燥的西北地区，从而用几十年的时间去改造中国的基本地貌。再说明白点，就是我们要把新疆、青海、甘肃等地的沙漠和荒地用水源去灌溉，让那里成为可以种粮食的沃土。比如说，在宁夏甘肃交界处的黑山峡工程，想法就是把黄土高原的水引入到河西走廊，从而使罗布泊和哈密方向也有水源可用。但是问题是，水龙头里面的水实在太少，只够宁夏部分地区使用。如果我们建成了雅江水电工程，通过西线调水的方式，我们的水龙头供水量就会大增，从而实现地貌改造的目的。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方案过于魔幻，但这几年的新闻大家也看到了，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把中国最大、世界第2大的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给围起来了。我们花了40年时间建了3046公里的绿化带，动用人力数以千万计才做成这件事情。如果你觉得雅江水电工程的引水工程很魔幻，那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合龙一样魔幻。可我们就是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随着全球变暖的趋势愈发明显，我真的有种感觉，未来我国的西北地区气候环境会发生极大的变化。到时候，如果出现了一片巨大的人造沃土，那现在我们担心的粮食安全问题，还有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，恐怕都会得到极大的缓解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是一个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超级工程。第三，最后就是国际方面的影响。雅江水电站之所以一直没有动工，除了技术方面的难度之外，更大的原因是我们要考虑印度的感受。因为水电厂对下游的影响十分重大，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22年美国截断科罗拉多河的事情。这件事直接导致墨西哥的工业化进程被打断，由于缺水，产业迟迟无法升级，最终彻底沦为美国的附庸。正是因为有这个案例，所以印度人一直不同意我们修建雅江水电工程。因为一旦我们建成了，他们东北部的命脉就捏在了我们手里。这么多年来，只要我们提出要修建的计划，印度人就一直反对。而我们之前也想着要拉拢他们一起对付漂亮国人，所以就没有把这件事提上日程。直到今年5月，印度人在美国的拱火之下，竟然主动挑起了印巴战争，想要检验我们的真正实力。既然你印度人不给我们面子，那我们自然就不会再给你任何面子。所以我们首先是坚实打了印度一个6-0，然后经过1个多月的研判，正式开始动工雅江水电项目。所以我一直认为，印巴空战对印度就是一次国运的衰落转折点。因为1战之后，全世界都看清了印度不堪大用，不仅是我们不会再拿它当回事，就连美国人也会一步步放弃这个马前卒。这一次对印度的打击可能堪比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。总而言之，雅江水电工程是这个时代留给历史的震撼之作，它就像都江堰、京杭大运河一样，越是经过时间的洗礼，就越是能看出它的超前价值。也只有我们这种工业能力无比强大的基建狂魔，才能在实力大成之后做成这件事情。这是真正的夺天地之造化，对自然环境的一次超级大改造。身为一个中国人，我真的感到无比自豪。最后，微笑非常希望你的订阅，让我们一同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。